为夺我妈所要千亿房产，我开着定制豪华房车连夜南下，没想到赶上丧尸爆发。半年前，我妈带着第3任丈夫的儿子闹到公司，骂我不孝，逼我把全款买下的千亿豪宅给她宝贝儿子。姑娘家要那么好的房子干嘛？你弟结婚不能没房。争执间，我被公司开除，思来想去，我干脆卖掉公寓，换了辆带太阳能供电、多层储物舱的豪华房车，只想躲它半年清静。出发后，暴雨连下3天，高速上大车纷纷挤占应急车道，我把雨刷调到最快，仍看不清路。导航显示2公里外有服务区，咬着牙在天黑前蹭进停车场，冒雨冲进服务区便利店。我扫了5串关东煮、3盒肉粽、10盒自热火锅，又搬了2箱咖啡、4箱矿泉水。店员小哥热心帮忙装车，劝我节雨太大，今晚别走了，不安全。我谢过他，看着他把肉粽放进房车自带的大容量冰箱，心里盘算着过几天端午正好当节礼。吃完火锅，雨势未减，我又补了10箱自热火锅和8箱粉面菜蛋，泡5分钟就能吃，管饱又方便。小哥帮我搬货时宽慰。天气预报说明天就晴，不会封路的。可凌晨4点醒来，手机推送的天气预报早已变成特大暴雨预警。洗漱完喝了罐8宝粥，我果断发动房车，早走早解脱，总比困在服务区强。一天开了1000多公里，途经的城市全被暴雨笼罩。天黑停靠另一个服务区，邻桌大叔闲聊说，这雨已经下了1周，刚小了点儿。我点开天气 app， 南海、红城、花城全是暴雨标记，正嘀咕天是不是漏了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来电显示是发小江燕，她在疾控中心工作，平时很少联系，电话里她声音发颤，语速快得像打机关枪。沈之夏，你在哪？别乱跑，赶紧找地方囤物资，越多越好，待在一个地方别出门。背景里满是急促的滴滴警示声。这事还在保密，我不能多说，但过几天国家会发通知，到时候肯定会抢购，你现在就去。我心里一紧，是又有疫情了。他顿了顿，声音压得更低，不全是。之夏，你一定要好好的，等这一切过去。话音未落，滴滴声突然密集，电话直接中断。我再回拨，始终是正在通话中。江燕从来不是小题大做的人，她在疾控中心手握一手消息，若只是普通疫情，绝不会慌成这样。没有丝毫犹豫，我立刻发动房车，朝着最近的高速口冲。1小时后，我抵达了一座灯火通明的大城市，一场疯狂的囤货行动即将开始。导航直接导到全市最大的商场，我冲进负1层的超市，拦住一个穿红色工服的店员，我要长途自驾，需要够10年用的米面粮油、耐放的蔬菜水果、干货、野营用具，还有女性用品，越多越好。小姑娘眼睛瞬间亮了，姐，这是大单啊，我马上去找经理。没几分钟，一位戴眼镜的女经理快步走来，沉稳问道，女士，具体需要哪些？我们可以帮你备货、送货。我掏出手机，翻出提前收藏的囤货清单，语速飞快，大米50斤装的300袋，挂面150箱，小桶食用油300桶，土豆、红薯各800斤，洋葱、胡萝卜各500斤，能放的根茎类蔬菜都按最大量来。小姑娘插话，姐，我们这儿的火锅底料和钵钵鸡调料卖得特别好，野外1包就能煮1锅菜，要不要带200箱，混装口味？加。我果断点头，又补充，真空包装的牛羊肉各500斤，压缩饼干100箱，巧克力、能量棒各300箱，罐头类每样50箱，再要10套野营帐篷，50把工兵铲，30套钓鱼工具，推了40辆购物车。我跟着经理带来的4个小伙疯狂装货，大米、面粉、罐头堆得像小山，连超市仓库里的存货都被我清空了大半。结完账，经理亲自带人帮我把物资分类装箱，满满当当塞进房车的3层储物仓。幸好当初定制房车时特意加大了储物空间，不然根本装不下。送走他们，我锁好车门，找了家火锅店，点了满满1桌菜，心里莫名发慌，只想多吃点攒力气。吃到一半，手机震动，是我妈发来的短信：沈之夏，你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，不上班也不交出房子，我就去你以前的邻居家闹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我冷笑一声，直接拉黑这个号码，把手机塞进包里。当初他抛下3岁的我跟牌友跑了，是外婆含辛茹苦把我养大，他从未尽过一天抚养义务，现在倒有脸来抢我的房子。吃完火锅，我在附近酒店开了间房，洗漱时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想起外婆临终前的话，外婆肝癌晚期，医生说早就查出来了，她却不肯治。我赌不起，不做手术，我能活到你成年，做了万一没了，你怎么办？外婆走后，我把名字从沈念秋改成沈之夏，就是想离过去远点，可我妈还是阴魂不散。第2天早上6点，我退房买了2袋包子，走向停车场，再次上高速时，广播里突然播报，请市民做好居家准备，减少外出，储备必要生活物资，非必要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。我看了眼车里堆成山的物资，心里踏实了些。下高速后，我特意找了家菌子火锅店，点了菌锅加红葱和美味牛肝菌。服务员端上锅反复叮嘱，姐，千万别提前搅拌，锅开了再煮20分钟，不然容易扛板板。说完直接收走了我的筷子，怕我偷吃。刚刷了2条手机消息，我妈又用新号码发来短信，我已经找好律师了，要起诉你非法侵占我的财产，你等着收法院传票。我直接拉黑，把手机扔到一边，他根本告不赢，法律不会支持这种无理要求。吃完走出餐馆，想找药店买盒健胃消食片，刚走几步就看到前方一片混乱，一个穿黑外套的男人嘶吼着扑向一个女人，狠狠一口咬在她的肩膀上，鲜血瞬间浸透了女人的衣服。周围有人尖叫着喊打120，可我看得清清楚楚，男人的眼睛浑浊不堪，嘴角流着咸水，动作僵硬又疯狂，像极了电影里的丧尸。我攥紧伞，转身冲进旁边的药店，除了健胃消食片，又扫了感冒药、退烧药、消炎药、
碘伏、纱布、止血带，甚至还拿了20把手术刀和几瓶医用酒精。走出药店时，救护车的声音越来越近，我没敢多看，快步冲回房车，一脚油门朝着郊外的露营地方向开去。刚上高速就发现不对劲，出城的车排起了长队 ，EPC 通道堵得水泄不通。刷手机看到本地新闻，本市部分区域实行临时隔离，文旅城周边划定为管控区。我心里一沉，刚才吃饭的火锅店就在文旅城，幸好走得早，不然就被困住了。雨还在下，我踩着油门往前冲，突然前方一辆车打滑撞向护栏，后面几辆车来不及刹车，砰的一声连环追尾，我赶紧刹车，慢慢从旁边绕过去，眼角余光瞥见追尾车辆的副驾驶上，一个女人趴在驾驶位上，头埋在男人脖子里，手上、嘴角全是血。那男人的眼睛和刚才咬人的男人一模一样，我打了个寒战，猛踩油门，心脏狂跳。江燕提醒我的根本不是疫情，是丧尸爆发。我单手扶着方向盘，另一只手疯狂给江燕打电话，可始终无人接听。我咬咬牙，翻出提前备好的 VPN 连上网，打开外网浏览器，铺天盖地的血腥视频瞬间跳了出来。纽约街头，人们像疯了一样追着咬；东京地铁里，乘客互相厮打。国内的视频很少，但一段高速监控画面让我头皮发麻。一辆大巴上，几名乘客突然扑向司机，车窗被砸破，有人从里面爬出来，动作僵硬，嘴角挂着血珠，嘶吼着扑向路边的行人。我猛地关掉手机，手心全是冷汗。露营地不能去了，任何有人的地方都不能去。我车里有足够的物资，必须找个没人的深山老林躲起来。下了高速，我果断拐进一条泥泞的田间小路，导航一个劲喊，请掉头，前方无道路。我直接关掉导航，凭着记忆往前开。地图上显示，这片田地后面是自然保护区，人迹罕至，应该是安全的。天快亮时，房车终于在一片密林边耗尽最后一滴油，我下车，用防水布把房车严严实实盖住，用绳子固定好四角，又在周围撒些落叶做伪装。回到车里，关紧门窗，靠在沙发上长长舒了口气。幸好房车是太阳能供电，就算没油也能维持基本用电。洗漱完，我倒在床上瞬间睡死过去。这是丧尸爆发后我睡的第一个安稳觉，醒来时已是早上9点。窗外的防雨布被雨水浸透，水珠顺着边缘往下淌，手机彻底没了信号。打开车载冰箱，里面还有8个肉粽，趁着还有电，我把它们全煮了，捞出来挂在车厢里风干，这样能保存更久。煮完粽子，我拔掉了冰箱电源，山里温度低，食物不容易坏，电得省着用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每天只吃一顿热食，要么是自热火锅，要么是泡粉面，其余时间靠压缩饼干和巧克力垫肚子。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雨，我心里反复琢磨，这到底是我反应过度，还是真的末日来了？江燕能提前预警，说明国家应该有准备，说不定很快就能控制住。可这个想法，在雨停后的第10天，被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彻底击碎。雨停后，太阳能板每天能蓄满3度电，山里凉快，不用开空调，电完全够用。我翻出行李舱里的 M300无人机，这是我以前做户外编辑时买的，花了不少钱，没想到现在派上了大用场。充电的时候，我开始清点物资，消耗了1个多月，存货最多还能撑5个月。我把吃完的自热火锅盒子洗干净，装上从外面挖来的土，放进发了芽的土豆块、蒜瓣和干辣椒子，用湿棉柔巾包着催芽的生姜，也找了块松软的地埋了进去，用石头做了记号。10几天后，辣椒芽冒出2片嫩绿的叶子，土豆也顺利移栽到开垦的小地里。无人机充满电，我背着它爬上山顶，想看看周围的情况。在山顶空地启动无人机，让它往远处飞。前几10公里看不到任何车辆或行人的痕迹，正准备操控它返航，屏幕里突然出现一个小小的身影，一个7、8岁的小男孩，脸上沾满泥土，拼命往前跑，后面跟着一个成年丧尸。那丧尸的指甲又黑又长，我心里一紧，立刻操控无人机冲向丧尸，螺旋桨狠狠绞在丧尸的胳膊上，丧尸吃痛，转头扑向无人机，男孩趁机往前冲，钻进一片茂密的灌木丛，消失不见。我操控无人机在附近盘旋了几圈，没再看到男孩，也没发现其他丧尸，才让他返航。无人机落地时，我的手还在抖。电影里的场景真的在现实中发生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我顺手采了些认识的野菜，外婆以前教过我哪些能吃，晒干了能当菜补充维生素。外婆年轻时是射箭队的，她总说女孩子要学点能保护自己的东西，所以我从小跟着她学射箭。买房车后，我特意买了一把复合弓和20支箭。从那天起，我每天早上都去附近树林打猎，运气好时能打到兔子或野鸡。回来后把肉熏成肉干挂在驾驶舱里，下午就去收集木材准备过冬。山里的秋天来得快，我在房车旁边支起天幕，把收集的木材码在下面，用石头搭了个户外灶台，万一房车没电，还能用灶台煮东西。立冬那天，植物上结了层白霜，我翻出之前买的面粉和熏好的野鸡肉，包了20几个饺子。煮饺子的时候，我想起卖旧电脑的事，当时那台苹果笔记本用了3年，在圈圈上回收还卖了3100多，现在这手机也是那时买的，没想到在末日里还能派上用场。吃完饺子，我背着弓又去打猎，走了2、3公里，看到草丛里有几根彩色羽毛，顺着血迹找过去，发现一只被箭射中的野鸡，应该是我之前设的陷阱抓到的。我拎着野鸡去附近水潭处理，舀水时突然发现水位降了不少，之前能轻松够到水，现在得往前挪一大步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那场暴雨后就没下过雨，不会要旱了吧？第2天一早，我开始在附近多设动物陷阱，万一水不够，至少能多抓点猎物囤着。可我没想到，更大的危险此刻已经悄悄逼近。我正在处理刚抓到的兔子，突然听到房车后面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，像是有东西在拱土。我心里一沉，抓起复合弓，悄悄绕过去。眼前的景象让我倒吸一口凉气，那根本不是普通野猪，而是一头受病毒变异的畸形野猪。它
它体型比成年野猪大了近1倍，棕黑色的皮毛下凸起一块块扭曲的肌肉，尖锐的獠牙上还挂着不知名的腐肉，正低着头疯狂啃咬那些刚冒芽的幼苗。那些可是我好不容易种活的，眼看就要成熟了，是我过冬的重要蔬菜储备，我不敢贸然惊动它。这东西的爆发力绝不是普通野猪能比的。我慢慢拉开复合弓，瞄准它相对脆弱的后腿关节，箭头裹着之前涂好的野猪血。我曾试过用动物血干扰变异生物的感知，呼的一声，箭尖深深扎进它的关节缝隙。变异野猪疼得仰头，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嘶吼。它红着眼，猛地转过身朝我扑来，沉重的身体撞翻了我搭的户外灶台，铁锅哐当一声摔在地上，滚烫的野菜汤洒在它背上，却只让它越发疯狂。它一头撞向房车，合金车门被撞得凹陷下去，发出哐当巨响，仿佛下一秒就要被撞穿。我怕它撞破车门闯进房车，里面还放着我大半的物资和备用的药品。赶紧又射一箭，这次精准射中了他的右眼。变异野猪彻底失去视力，开始在原地疯狂乱撞，碗口推树枝被他撞到好几根，我的菜地也被踩得一塌糊涂。我突然想起储物格里有把特制猎刀，是之前在户外用品店囤的，刀刃淬过防锈剂，足够锋利。我赶紧跑过去拿刀，手指刚摸到刀柄，野猪就循着声音朝我的方向冲了过来，速度快得惊人。我侧身躲开他的冲撞，趁着他冲过的瞬间，一把揪住他颈后的鬃毛，狠狠将猎刀捅进他的脖颈动脉，黑色的血液喷了我一身，带着浓烈的腐臭味。变异野猪嘶吼着倒在地上，抽搐了几下，渐渐没了动静。我喘着粗气瘫坐在地上，看着地上的野猪尸体和被踩烂的土豆苗，心里一阵后怕。这东西比我之前遇到的丧尸还要难缠，如果是成群出现，我根本没有胜算。歇了会儿，我起身处理野猪肉，刚划开它的腹部，就发现它的内脏里嵌着一小块奇怪的金属片，上面刻着模糊的07字样，边缘还连着几根细小的电线，不像是自然形成的东西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变异野猪难道是被人改造过的？正琢磨着，远处突然传来一阵规律的滴滴声，像是信号器发出的声音。我赶紧躲到房车后面，透过缝隙往外看，之前那支4人车队的越野车竟然又回来了。他们停在不远处，几个男人举着望远镜朝我这边张望，穿黑夹克的男人手里还拿着一个信号发射器。刚才的滴滴声就是从那里面传出来的。老大，目标有反应了，那只试验品果然在这里。戴帽子的男人喊道。黑夹克男人冷笑一声，看来这女人有点本事，能搞定一介变异猪。先别惊动她，看看她还有什么能耐，等她引出更厉害的，我们再坐收渔利。车队慢慢驶远，我握着手里的金属片，手心全是冷汗。原来这变异野猪是他们的试验品，他们一直在用信号器操控这些变异生物，而我很可能早就成了他们观察的目标。这片深山根本不是安全的避风港，而是一个巨大的狩猎场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把所有物资都收拾好装回车里，土豆、大蒜、辣椒苗都小心翼翼地拔了，用盒子装好带上，能带走的都不能丢。无人机充满电后，我让它往自然保护区深处飞，目标很明确，找一个没人的山谷或废弃小屋，越隐蔽越好。无人机飞了半个多小时，终于在一片密林深处发现了一间废弃木屋。木屋看起来很旧，屋顶有点破，但墙壁是完好的，旁边还有条小溪，有水，能遮风挡雨，简直是完美的藏身之处。我立刻启动房车，往木屋的方向开。山路崎岖难走，房车磕磕绊绊，开了3个多小时才抵达。下车检查，木屋里空无一人，只有几张破木板床和一个生锈的灶台，地上散落着一些枯枝败叶。我把部分物资搬进木屋，又在周围设置了几个简易陷阱，用绳子和树枝做的，有人或动物靠近就会发出响声。做完这些，天已经黑了。我煮了碗自热火锅，坐在木屋门口，看着外面黑漆漆的树林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手机还是没信号，不知道江燕怎么样了，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什么样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尖锐的尖叫，紧接着是急促的脚步声。我立刻收起火锅，抓起复合弓，躲到木屋后面。尖叫声越来越近，脚步声也越来越清晰，听起来像是个孩子。我探出头，借着微弱的月光，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朝这边跑过来。正是之前无人机里看到的那个小男孩，他后面跟着2个丧尸，动作踉踉跄跄，嘶吼着追过来。男孩看到木屋，眼睛一亮，拼尽全力加速跑过来。我没多想，拉开弓，对准最前面的丧尸射了一箭，正中胸口，丧尸应声倒地。另一个丧尸还在往前冲，我又射一箭，精准射中他的头。丧尸抽搐了一下，不动了。男孩跑到我面前，喘着粗气，脸上全是汗和泥，眼泪还挂在眼角。他看着我，声音带着哭腔：“阿姨，救救我！”我蹲下身子，摸了摸他的头，轻声说：“别怕。”丧尸已经死了，安全了。男孩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。我爸爸妈妈被他们咬了。我心里一软，拉起他的手，跟我来，这里安全。把男孩带进木屋，我给了他一杯热水和一块巧克力。他小口吃着巧克力，眼神里还有未散的恐惧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很纠结。带上他，物资消耗会更快。他年纪小，可能会哭闹引来丧尸。可如果我不管他，他一个人在山里肯定活不久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问。顾小满。他咬着嘴唇回答。顾小满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待在这儿吗？我会保护你。顾小满抬起头，眼睛瞬间亮了，用力点头。我愿意，阿姨，我会听话，不添麻烦。我笑了笑，摸了摸他的头。从那天起，木屋里多了一个小身影，我不再是一个人逃亡，肩上多了一份需要守护的责任。有了顾小满之后，我的生活节奏彻底变了。每天早上，我不再是直接去打猎，而是先给顾小满煮点热粥，加上晒干的野菜，煮一锅稠稠的粥，再配一块熏肉干。孩子正在长身体，不能像我一样只吃素食。顾小满很听话，我去打猎的时候，他就留在木屋里帮我整理野菜，把晒干的肉干分类收起来，还会帮我擦拭复合弓。我教他认野菜，哪些能吃，哪些有毒，教他怎么搭简易陷阱。
怎么看天气变化，还教他拉弓。虽然他现在还拉不动复合弓，我就找了根细树枝做了个简易的小弓，让他练瞄准。顾小满学得很快，没几天就能准确认出马齿苋和荠菜，还能帮我检查周围的陷阱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天气越来越冷，又开始下雪了。木屋的屋顶有点漏雪，我找了些树枝和茅草把屋顶补好，又在屋里铺了厚厚的干草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把顾小满的床挪到我旁边，用被子把它裹紧。山里的晚上太冷，怕他冻感冒，物资消耗的比我预想的快很多。之前算着够我吃半年的物资，加上顾小满最多只能吃4个月，我只能更频繁的去打猎，陷阱也设得更多了。好在山里的动物不少，除了兔子、野鸡，偶尔还能打到狍子，肉多，熏成肉干能吃很久。顾小满很懂事，从不主动要吃的，就算我给他肉干，他也会先问我：阿姨，你吃过了吗？那天下午，我带着顾小满去小溪边打水，之前就发现小溪的水位在下降，现在下雪了，我以为水位会涨一点，可到了溪边才发现水位不但没涨，反而更低了。之前能没过脚踝的地方，现在只能没过脚背，水流也变得很细。阿姨，水怎么这么少了？顾小满皱着小眉头问，可能是冬天不下雨，雪也没化多少。我蹲下来摸了摸水，冰凉刺骨，而且有点浑浊，我心里有点慌。如果小溪干了，我们就没水喝了。回到木屋，我把剩下的水都倒进几个大桶里，装了满满3桶，又找了几个大塑料瓶，也全部装满水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我跟顾小满说，以后我们省着点用水，洗脸、洗手的水别倒掉，留着浇菜。顾小满点点头，把自己的洗脸水小心翼翼地倒进了装菜的盒子里。接下来几天，我每天都去小溪边看水位，一天比一天低，水也越来越浑浊。我试着往小溪深处挖了挖，想看看能不能挖到地下水，可挖了半米深，还是干的。顾小满看着我焦急的样子，小声说：阿姨，我们会不会没水喝了？我摸了摸他的头，强装镇定，不会的，阿姨会想办法的。其实我心里也没底，只能寄希望于无人机能找到新的水源。我让无人机往更远的地方飞，范围扩大到50公里。无人机飞了将近1个小时，终于在一片山谷里发现了一条小河，河水看起来很清澈，水流也很稳，应该是条活水。可那条小河离我们现在的位置有50多公里，开车要走2个多小时，而且山路崎岖难走，说不定还会遇到丧尸或其他危险。我犹豫了3天，最终还是决定去小河边打水，水是生存的根本，没有水，我们撑不了多久。出发前，我做了充分的准备，把剩下的物资都整理好装回车里，带上复合弓和所有的剑，还有猎刀和医用包，把无人机充满电放在副驾驶上，万一遇到危险能用来探查情况。早上6点，天还没亮，我就带着顾小满出发了。房车在山路上颠簸，顾小满坐在副驾驶上，抱着一个毛绒玩具，那是我从房车里翻出来的，之前买给侄女的，现在给了顾小满，算是他的安抚物。他没说话，只是偶尔看向窗外，眼神里有点紧张。别怕，我一边开车一边跟他说，我们很快就能回来，路上如果遇到危险，你就躲在车里别出声，阿姨会保护你。顾小满点点头，紧紧抱住了毛绒玩具。开了1个多小时，突然听到前面传来呵呵的嘶吼声，我赶紧踩刹车熄火，拿出无人机让它往前飞。屏幕里出现了3只丧尸，正堵在前面的小路上，动作僵硬的来回游荡。我皱了皱眉，如果绕路会多走1个多小时，而且不确定绕路的地方有没有危险，如果硬闯可能会引来更多丧尸。我想了想，决定冒险闯过去。丧尸的听力不好，只要我动作轻一点，应该能靠近。我把顾小满安顿好，你在车里锁好门，不管听到什么都别开门，阿姨去就回。顾小满眼里满是担心。阿姨，你小心点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拿起复合弓，悄悄推开车门，朝着丧尸的方向摸过去。丧尸的听力果然很差，我走到离他们10米远的地方，他们才慢悠悠地转过头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拉弓射箭，一气呵成，箭头精准射中最前面那只丧尸的头，丧尸应声倒地。另外2只丧尸见状，嘶吼着冲了过来，速度比我想象的快。我赶紧又射一箭，射中左边丧尸的胸口，他踉跄一下，没倒下，继续往前冲。我趁机快速跑过去，抽出猎刀，狠狠捅进他的脖子。右边的丧尸已经扑到我面前，我侧身躲开他的爪子，一刀砍在他的头上。丧尸抽搐着倒在地上，搞定3只丧尸，我不敢耽搁，赶紧跑回车上，带着顾小满继续往前开。顾小满看着我，小声说：阿姨，你好厉害。我笑了笑，其实手心全是汗，刚才真的很惊险，差一点就被丧尸抓到了。又开了1个小时，终于到了小河边，我把车停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隐蔽起来，带着顾小满下了车。小河的水真的很清澈，能看到水底的鹅卵石。我拿出带来的大桶，开始打水。顾小满在旁边帮忙，把装满水的桶搬到车上。我们一共打了10桶水，把房车的储水舱装得满满当当。阿姨，这里的水好干净啊。顾小满蹲在河边，用手捧了点水，想往嘴里送，别喝生水。我赶紧拉住他，里面可能有细菌，回去烧开了才能喝。顾小满吐了吐舌头，赶紧把手收回来。往回走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我加快速度，想在天黑前回到木屋。可开了一半路程，房车突然熄火了，我心里一沉，赶紧检查，是没电了。出发前忘了看电量，以为够来回，没想到山路难走，电耗比平时多了1倍。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天黑了很容易引来丧尸，我们被困在半路上了。顾小满看着我，眼里满是害怕。阿姨，怎么了？没事，车没电了。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。我们先待在车里，
等天亮了再想办法。我把车门锁好，又用毯子把车窗挡住，只留一条缝透气。给顾小满吃了块巧克力，让他靠在座椅上睡觉，我则拿着复合弓盯着窗外，不敢有丝毫松懈。晚上山里很危险，车里没有暖气，晚上温度越来越低。我把所有的被子都盖在顾小满身上，自己裹着一件厚外套，靠在座椅上，心里无比焦急。好不容易熬到天亮，我打开车门四处看了看，没看到丧尸的身影。我让顾小满待在车里，锁好车门，自己拿着无人机往附近飞了飞。幸运的是，2公里外有个废弃的加油站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油，只能去碰碰运气。我带着复合弓和猎刀，朝着加油站的方向快步走去。加油站看起来很久没人了，加油机上全是灰尘，玻璃也碎了不少。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去，发现便利店的门是开着的，里面乱七八糟的，货架倒在地上，地上还有干涸的血迹，看起来发生过打斗。我心里一紧，握紧了手里的猎刀。在便利店后面，我找到了一个储油桶，打开一看，里面还有半桶油，应该是之前剩下的，没被人发现。我大喜过望，赶紧找了个管子，把油抽进带来的油桶里。刚抽完油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咚咚的脚步声，我赶紧躲到货架后面，从缝隙里往外看，一只丧尸正慢悠悠地走进加油站。我屏住呼吸，等丧尸走到加油机旁边，我不敢耽搁，拿起油桶，飞快地往房车的方向跑。回到房车，我把油加进油箱，启动车子。发动机成功运转的那一刻，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。顾小满看到我回来，兴奋地扑过来：“阿姨，你回来了。”“我们回家。”我摸了摸他的头，发动房车，朝着木屋的方向驶去。回到木屋的时候已经是中午，我煮了锅热粥和顾小满一起吃。看着顾小满狼吞虎咽的样子，我心里有点庆幸，还好找到了油，还好没遇到太大的危险。可水的问题还是没解决，小河离我们太远，不能每次都跑那么远打水，我得想个长久的办法。想来想去，我决定建一个蓄水池，把雨水和雪水收集起来。接下来几天，我和顾小满一起动手建蓄水池，找了块地势低的地方，挖了个1米深、2米宽的坑，用之前囤货时带的大块塑料布铺在里面，周围用石头压实围起来，防止漏水。下雪的时候，我们把木屋周围的雪都扫进蓄水池里，等雪化了就能得到水。虽然雪水也需要烧开才能喝，但总比没水好。蓄水池建好的那天，顾小满特别开心，在旁边跳来跳去。阿姨，以后我们就有水喝了。是啊，以后不用再担心没水了。我笑着说，可我没想到，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。那天晚上，我和顾小满刚睡下，突然听到木屋外面传来脚步声，而且不止一个。我赶紧起床，拿起复合弓走到门口，透过门缝往外看。月光下，我看到5个男人正围着木屋转，正是之前来过的那个车队。他们怎么找到这里的？里面的人开门，穿黑色夹克的男人又在喊：“我们知道里面有人，赶紧开门，不然我们就砸门了。”我没出声，把顾小满拉到床底下，小声说：“别出声，不管听到什么都别出来。”顾小满点点头，捂住嘴，眼里满是害怕。外面的人开始砸门，木门很旧，经不起这么砸，没几下就裂开了一道缝。我拉弓对准门缝，心里清楚，他们不是借物资，是来抢的。我手里的箭不多了，只有8支，根本打不过5个男人。我急得满头大汗，突然看到木屋角落里堆着的干草，还有之前买的医用酒精。有了，我把酒精倒在干草上，然后用打火机点燃。干草瞬间烧了起来，浓烟从门缝和窗户缝里冒出去，外面的人立刻咳嗽起来，砸门的动作停了下来。妈的，里面的人想干什么？穿黑夹克的男人骂道。我趁机拽着顾小满从后窗钻出去，趴在密林里盯着那5人车队。穿黑夹克的男人踹了踹烧得噼啪响的木门，冷笑一声，算他跑得快，不过这山里就这么大，迟早能找到。车队驶远后，我才敢起身，看着木屋的火苗舔舐着屋顶，里面的大米袋已经烧得焦黑，熏肉干的油脂顺着房檐往下滴，心疼地攥紧了拳头。那是我们过冬的大半口粮。我带着小满开着房车往保护区深处走，山路越来越窄，车轮好几次陷进泥坑。天黑时，远处突然传来几声狼嚎，顾小满吓得往我身边缩，我赶紧把车停在一棵歪脖子树下，刚想拿工兵铲挖点土垫车轮，就看到树影里闪过几对绿油油的眼睛，是狼群。我慌忙拉上车门，狼群围上来啃咬轮胎，幸好房车玻璃是防弹的，可他们的嚎叫越来越近，我握紧复合弓盯着窗外，一夜没敢合眼，直到天蒙蒙亮，狼群才散去。我发动房车继续走，终于在半山腰看到废弃的森林防火站，检查时发现宿舍门缝里夹着半张带血的纸条。纸条上面写着：“别开仓库门。”字迹潦草的，像是临死前写的。我让顾小满待在车里，握着猎刀推开仓库门，里面空荡荡的，只有墙角堆着几个生锈的铁桶。掀开一看，全是啃得只剩骨头的动物残骸，还有几根带着齿痕的人类手指骨。森林防火站在半山腰，有2栋房子，一栋是宿舍，一栋是仓库。宿舍的门窗都完好，仓库的门虽然有点锈，但还能打开。周围全是高大的松树，非常隐蔽，从山下很难看到这里。我带着顾小满仔细检查了2栋房子，确认没有丧尸，才把房车停在仓库后面。宿舍里有4张铁架床，还有1张桌子和几个柜子。我把其中1张床收拾出来给顾小满住，我住另一张。仓库里有很多工具，斧头、锯子、绳子，还有几袋沙子和水泥，应该是之前修房子用的。阿姨，这里比木屋好。顾小满在宿舍里转来转去，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。有床，还有桌子，不用睡地上了。我笑了笑，开始整理物资，心里默默祈祷，希望这里能成为我们安稳的落脚点。
接下来几天，我和顾小满一起加固据点。我用斧头砍了很多树枝，在房子周围围了一道简易的栅栏，又在栅栏外面设置了几个陷阱，用绳子和石头做的，只要有东西碰到，就会发出响声，提醒我们有危险。仓库里的沙子和水泥派上了用场，我用它们把宿舍的窗户封了一半，既能通风，又能防止丧尸闯进来。我还在仓库里搭了架子，用来放熏好的肉干和晒干的野菜。顾小满每天都帮我干活，帮我递工具，整理树枝，还会帮我喂从陷阱里抓到的兔子。有一天，他在栅栏外面玩的时候，突然啊了一声，我回头一看，他的手背被一根带刺的树枝划破，血珠刚渗出来，就引来几只黑色的小飞虫。我赶紧用碘伏给他消毒，那虫子却围着伤口打转。我抬脚才死一只，发现他肚子里全是红色的液体，竟然是吸血的。我心里一紧，想起之前遇到的变异野猪，难道这附近还有其他变异生物？我就近选择一棵高树爬了上去，想看看周围情况。还没站稳，就听到树下传来簌簌声，低头一看，是一只半大的鹿。可它的鹿角上长着几处流脓的肉瘤，眼睛浑浊的像蒙了层雾，正盯着顾小满的方向。我赶紧摘了几颗山楂扔过去，鹿却突然发狂，用头撞栅栏，木屑飞溅。顾小满吓得躲到房车后面，我一箭射在鹿的肉瘤上，黑色的血喷出来，鹿嘶吼着跑远了。我开始用无人机探查周围的情况，之前的经历让我明白，只有了解周围的环境，才能更好的活下去。第二天，我带着顾小满又去了水库，刚把桶放进水里，就感觉脚下的泥土在往下陷，我赶紧拉着顾小满往后退，低头一看，水下竟然藏着几根像水草一样的黑色藤蔓，正朝着我们的方向蠕动。我捡起一块石头砸过去，藤蔓被砸断，流出黏糊糊的绿色液体，还发出滋滋的声响。顾小满突然指着水里喊：“阿姨，有大鱼！”我往水里一看，是一条半米长的鱼，可它的鳞片泛着诡异的蓝光，嘴巴里长着2排尖牙。鱼突然跃出水面，朝着顾小满的方向扑来，我赶紧拉着它躲开。鱼重重地摔在地上，还在不停扭动，尖牙刮到石头，火星都溅了出来。钓了一下午，收获不错，钓了3条鱼，都算大，足够我们吃一顿了。回去后，我在户外灶台上烤鱼，顾小满蹲在旁边看着，眼睛都看直了，嘴里不停地问：“阿姨，鱼什么时候能好啊？好香啊！”我笑着摸了摸他的头，快了，再等一会儿。烤好的鱼外皮焦脆，里面的肉鲜嫩多汁。顾小满咬了一口，脸上满是满足，好吃，比肉干还好吃。从那天起，我经常带着顾小满去水库钓鱼，既能补充蛋白质，又能让顾小满开心。有时候钓不到鱼，我们就捡些贝壳，或者挖点莲藕回来煮汤喝。水库边的泥里有不少莲藕，味道很清甜。日子一天天过，冬天过去了，春天来了，山上积雪融化了，树枝发出了新芽，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样子。我之前带的土豆和大蒜也发了芽，我在森林防火站后面开垦了一块地，把它们种了进去。顾小满每天都跑去浇水，看着嫩芽一点点长大，脸上满是期待。有一天，我用无人机探查的时候，发现之前那个小村落里的丧尸少了很多，只剩下7、8只了。我心里有点奇怪，丧尸怎么会变少？是被人杀了，还是自己走了？我决定去看看，如果村落里安全了，说不定能找到一些有用的物资。跟顾小满交代好，让他待在森林防火站，锁好门，别出门。我带着复合弓和猎刀，开车往村落的方向走去。离村落还有1公里的时候，我把车停在路边，走进村落，想看看有没有他们剩下的物资。村里的房子大多被翻得乱七八糟，超市里也没什么东西了，货架空空如也。我不甘心，在村里转了一圈，终于在一家住户的院子里发现了一袋种子，是蔬菜种子，有白菜、萝卜、西红柿的种子。我大喜过望，赶紧把种子装起来，这可是宝贝，回去种在地里，以后就能吃新鲜蔬菜了。回到森林防火站，顾小满看到我手里的种子，眼睛一亮：“阿姨，我们可以种蔬菜了吗？”是啊，我笑着说，以后我们就能吃新鲜的蔬菜了。把种子种在开垦好的地里，顾小满每天都去浇水、除草，看得比什么都宝贝。没过多久，种子就发芽了，绿油油的小苗探出头来，看起来很有生机，日子越来越有盼头。我甚至开始想，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也不错，有顾小满作伴，有足够的食物和水，有安全的据点，我们或许能在这个末日里好好活下去。可现实很快就给了我一记耳光。那天下午，我正在地里给蔬菜浇水，顾小满突然慌慌张张地跑过来，大声喊：“阿姨，无人机，无人机回来了，有危险！”我心里一沉，赶紧跑回宿舍，拿起无人机的遥控器，屏幕里的画面让我瞬间浑身冰凉。远处的公路上，有一大群丧尸正往森林防火站的方向走，密密麻麻的，大概有几百只，像一条黑色的长龙，一眼望不到头，看起来无比吓人。这么多丧尸，我们根本打不过，只能跑。我立刻开始收拾物资，把能带走的都装进车里，大米、面粉、肉干、种子，还有煮好的土豆和大蒜。顾小满也帮我收拾，把晒干的野菜和鱼干装进袋子里，小脸憋得通红。阿姨，我们要去哪里啊？顾小满一边收拾一边问，声音有点发抖。我们去水库那边。我一边装车一边说，那里有个山洞，之前无人机看到的，很隐蔽，我们可以躲在山洞里。之前无人机探查的时候，我在水库旁边发现了一个山洞，很大，足够容纳我们和房车，而且位置隐蔽，丧尸很难找到。收拾好物资，我带着顾小满赶紧启动房车，往水库的方向开。后视镜里能看到远处的狮群正慢慢逼近，速度不算快，但架不住数量多，我踩紧油门，恨不得让房车飞起来。开了20多分钟，终于到了水库边。我把车开到山洞门口，果然如我记忆中那样，山洞很大，刚好能把房车开进去。我赶紧把车开进去，
然后用旁边的大石头把洞口堵了一半，既能挡住丧尸，又能通风，躲进山洞里。我和顾小满都松了口气，透过石头的缝隙能看到外面的情况。狮群还没到，周围很安静。阿姨，我们安全了吗？顾小满看着我，眼里满是害怕。安全了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这里很隐蔽，丧尸找不到我们。可我心里清楚，这只是暂时的安全，只要狮群还在附近，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。日子一天天过，山洞里的物资越来越少。之前带的大米和面粉快吃完了，肉干也只剩下几斤，自热火锅早就吃完了。我只能更频繁地去水库钓鱼，或者去山里挖野菜、采野果。顾小满也很懂事，每天都跟着我一起去，帮我拎篮子，或者帮我找野菜，从不喊累。有一天，我们在山里采野果的时候，顾小满突然指着远处喊：“阿姨，你看，那里有烟。”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远处的山头上有一缕黑烟正在往上冒，像是有人在生火。我心里一动，难道还有其他幸存者？我赶紧拿出无人机，让它往冒烟的方向飞。屏幕里出现了一个小木屋，木屋旁边有个人正在生火，是个女人，看起来30多岁，旁边还有一个小女孩，大概5、6岁，正坐在地上玩石头。我心里有点犹豫，要不要过去跟他们打招呼？如果他们是好人，我们可以互相帮助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；如果是坏人，就麻烦了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决定过去看看，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。而且顾小满也需要个伴，那个小女孩和她差不多大，他们应该能玩到一起。我带着顾小满朝着小木屋的方向走去，走了1个多小时，终于到了小木屋旁边。那个女人看到我们，立刻警惕地站了起来，手里紧紧握着一把刀，眼神里满是防备。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别紧张，我们没有恶意。我赶紧举起手示意，慢慢往前走了2步。我们也是幸存者，路过这里，看到有烟就过来看看。我们没有武器，只是想找个地方落脚。我指了指旁边的顾小满，这是我带着的孩子。我们已经很久没见到其他人了。女人打量了我们一下，目光在顾小满身上停留了几秒，警惕的眼神稍微放松了一点，但手里的刀还是没放下。你们想怎么样？如果你们不介意，我们可以一起住，互相有个照应。我笑着说，我们有钓鱼的工具，还能找到野菜，不会白吃你们的东西，还能帮你们一起找物资。女人沉默了一会儿，看了看旁边的小女孩，又看了看我们，终于点了点头。好吧，你们进来吧。他放下刀，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叫乔慧，这是我女儿欣欣，我叫沈之夏，这是顾小满。”我拉着顾小满走进了小木屋。小木屋很小，只有1张床、1张桌子，还有一个简易的灶台，里面收拾得很干净。欣欣看到顾小满，有点害羞，躲在乔慧后面，偷偷打量着他。顾小满也有点害羞，站在我旁边，不敢说话。我从背包里拿出一些刚采的野果，递给乔慧：“这是我们刚采的野果，很甜，给欣欣吃吧。”乔慧接过野果，递给欣欣一个，轻声说了句：“谢谢。”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和乔慧、欣欣一起住。乔慧很会做饭，能用简单的野菜和野果做出好吃的东西。欣欣也慢慢和顾小满熟悉了，两个孩子每天都在一起玩。顾小满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小心翼翼的。我发现乔慧的物资很少，只有几袋饼干和1瓶水，应该是快用完了。我把我们带来的大米和面粉分了一些给他，别客气，我们一起吃，以后一起找物资，肯定够的。乔慧很感动，眼圈有点红，谢谢你，沈之夏。如果不是遇到你，我和欣欣可能早就饿死了。乔慧跟我讲了她的经历，末日爆发后，她和丈夫带着欣欣一起逃亡，可在路上，丈夫为了保护他们被丧尸咬了，乔慧只能带着欣欣继续逃，一路躲躲藏藏，来到了这里，已经快2个月了，物资早就用完了，每天只能靠挖野菜、采野果勉强维持生活。我也跟乔慧说了我们的经历，从躲避我妈抢房南下，到丧尸爆发，再到遇到顾小满，还有看到直升机的事情。乔慧眼睛一亮，真的有直升机？那是不是国家的救援队伍？我不知道，但我觉得有可能。我说我们可以一起等，说不定他们还会来。从那天起，我们每天都会派1个人去山顶放哨，看看有没有直升机过来。乔慧负责做饭、收拾屋子，我负责打猎、钓鱼和找野菜。顾小满和欣欣负责整理物资，喂陷阱里抓到的小动物，日子过得很充实。有一天，轮到我去山顶放哨，刚到山顶没多久，就看到远处的天空中有一个小黑点，是直升机，和之前看到的一样，机身上有红色的标志。我心里一阵狂喜，赶紧往山下跑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直升机，直升机来了！”乔慧、顾小满、欣欣都跑了出来，往天上看，直升机正往我们的方向飞，越来越近，轰鸣声也越来越大，我们有救了！乔慧激动地哭了起来，抱着欣欣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顾小满也很开心，拉着欣欣的手跳来跳去。我们可以回家了，我们可以回家了！我赶紧跑回小木屋，拿出之前准备好的红色布料，那是我从一件旧衣服上剪下来的，一直放在包里，就是为了万一遇到救援能派上用场。我跑到山顶，用力挥舞着红色布料，希望直升机上的人能看到我们。直升机在我们上空盘旋了几圈，似乎看到了我挥舞的红色布料，慢慢降落在附近的空地上。机舱门打开，下来2个穿着迷彩服的男人，手里拿着枪，警惕地环顾四周。我们是幸存者，我赶紧回答，带着乔慧他们跑了过去。2个男人走了过来，仔细检查了我们的身体，确认我们没有被丧尸咬伤。我们是国家救援队的，现在要把你们转移到安全区，安全区里有食物、水，还有医生，很安全。我们都很激动，跟着2个男人往直升机的方向走。乔慧抱着欣欣跑在最前面，我拉着顾小满跟在后面，每个人脸上都充满了希望。可就在这时，远处突然传来了丧尸的嘶吼声，是一群丧尸，大概有几10只。快上飞机！救援队的男人大喊，立刻举起枪，对着冲过来的丧尸开枪，几只丧尸应声倒地。
但后面的丧尸还在往前冲，我们赶紧往飞机上跑。乔慧抱着欣欣率先登上飞机，我拉着顾小满紧随其后。就在我们快要登上飞机的时候，欣欣突然挣脱了乔慧的手，哭着喊：“我的玩具，我的小熊，别捡了，快上飞机！”乔慧急得哭了，伸手想拉欣欣，可欣欣不肯。就在这时，一只丧尸已经扑了过来，离欣欣只有几步远，腥臭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我来不及多想，一把推开顾小满，从背上摘下复合弓，飞快地拖出一支箭，拉满弓，对准丧尸的头射了过去。嗖的一声，箭头精准射中丧尸的头颅，丧尸应声倒地。后面的丧尸还在往前冲，救援队的另一个男人也举起枪射击，可丧尸太多了，根本打不完。你们快上机，我来掩护。负责掩护的男人大喊，对着丧尸密集的地方开枪，我们不敢耽搁。乔慧强行抱起欣欣，冲上飞机，我拉着顾小满也赶紧上去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那个掩护我们的男人被几只丧尸包围了，我心里一紧，想下去帮他，可飞机已经开始启动。男人看着我们，脸上露出一丝决绝，他毫不犹豫地举起枪，对准了自己的头，砰的一声，枪响过后，他倒在了地上。我闭上眼睛，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。为了救我们，他牺牲了自己。飞机慢慢起飞，我从窗户里往下看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顾小满吓得紧紧抱住了我的胳膊，欣欣也在乔慧怀里哭个不停。飞机飞了很久，终于降落在一个很大的营地，这里就是安全区。安全区里有很多帐篷，还有不少幸存者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劫后余生的笑容。救援队的人把我们带到一个帐篷里，给我们发了食物、水，还有干净的衣服。一个医生过来给我们检查身体，确认我们都很健康，笑着说：“你们可以在这里好好休息，以后不用再担心丧尸了。”我看着顾小满，他正和欣欣坐在一起，虽然还有点害怕，但脸上已经有了笑容。乔慧也慢慢平静下来，看着两个孩子，眼里满是感激。接下来的生活将会充满希望，我心里感慨万千。从末日爆发到现在，快1年了，我们终于找到了安全的地方。我拿出手机，试着开机，没想到竟然有信号，我心里一阵激动，赶紧给江燕打电话。电话响了几声，终于有人接了。江燕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激动，还有点沙哑。沈之夏，是你吗？是我，江燕。我忍不住哭了起来。我到安全区了，我没事，你怎么样？我很好，我也在安全区。江燕的声音也哽咽了。我一直在找你，打你电话一直打不通，以为你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我哭着说，谢谢你当初提醒我囤物资，不然我可能早就死了。我们是发小，说这些干什么？江燕笑着说，你在哪个帐篷？我马上过去找你。挂了电话，我心里充满了希望。末日还没有结束，但我们已经找到了安全的地方，找到了可以依靠的人。顾小满跑过来，拉着我的手，阿姨，我们以后就在这里住吗？是啊，我笑着说，我们以后就在这里住，不用再跑了。顾小满开心地跳了起来，太好了，我可以和欣欣一起玩，还可以上学吗？会的，我说这里会有学校，你可以和欣欣一起上学，一起长大。没过多久，江燕就找到了我们的帐篷。她比以前瘦了很多，也黑了很多，但精神很好，穿着一身白大褂。她在安全区的医疗组工作，负责给幸存者们检查身体、处理伤口。见到我的那一刻，她快步走过来，一把抱住了我。之夏，真的是你，太好了！我也抱住她，眼泪又流了下来。江燕松开我，仔细打量着我和顾小满，这就是你之前在电话里提到的顾小满吧？我点点头，这是顾小满，小满叫江叔叔。顾小满怯生生地喊了一声，江叔叔好。江燕笑了，摸了摸他的头，小满真乖。江燕跟我说，当初他在疾控中心最先发现了丧尸病毒的异常，想跟我详细说，可电话突然断了，之后他就被派去参与防疫工作，一直没机会联系我，心里一直很担心。对不起，当初没能跟你说清楚。江燕有点愧疚。没事，我笑着说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能再见到你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安全区里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，我和江燕见面的时间也多了起来。她每天下班都会来看我，有时候会给我带点水果，有时候会帮我修修帐篷，有时候会陪顾小满一起玩。顾小满很喜欢江燕，总是江叔叔江叔叔的喊，还会跟他讲在山里打猎钓鱼的经历。江燕听得很认真，还会给小满讲安全区里的新鲜事。安全区里的生活越来越好，我们种的蔬菜成熟了，食堂里的饭菜也丰富了起来，有青菜、土豆、西红柿，偶尔还能吃到肉。房子也建好了不少，不再是临时的帐篷，而是结实的砖瓦房。我和顾小满分到了一间2室1厅的砖瓦房，有客厅，还有一个小厨房。我把房间收拾得很干净，还在窗户上摆了几盆从山里挖来的野花，它们很顽强，在安全区里也能活得很好。乔慧和欣欣就住在隔壁，我们来往很方便，就像一家人一样。日子一天天过，安全区里的人越来越多，很多幸存者都是从其他地方逃过来的。我们会互相帮助，分享各自的经历，一起建设安全区。有人会讲故事，有人会唱歌，有人会跳舞。安全区里经常充满了欢声笑语。有一天，江燕来找我，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子，看起来很郑重。之夏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江燕的脸有点红，眼神很真诚。末日爆发后，我每天都在想你，怕你出事，怕再也见不到你。现在我们都安全了，我想跟你在一起，照顾你和顾小满，好不好？我看着他，心里一阵温暖，想起在末日里的经历，想起他当初的预警，想起他这些日子的照顾，我点了点头，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。好，江燕很高兴，一把抱住了我。太好了，之夏，谢谢你。顾小满在旁边笑着拍手，太好了，江叔叔要跟我们一起住了。
从那天起，我们变成了真正的一家人。江燕每天去医疗组工作，我去种菜，顾小满去学校上学。晚上的时候，我们会一起做饭，一起吃饭，一起聊天，讲一天发生的事情。顾小满经常会说：“我现在有爸爸，有妈妈，还有欣欣这个好朋友，我好幸福。”乔慧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，和安全区里一个负责修建房子的男人在一起了。那个男人很老实，对乔慧和欣欣都很好。看到乔慧幸福的样子，我也替她开心。安全区里的设施越来越完善，有了超市、医院、学校、电影院，甚至还有健身房。我们种的蔬菜、养的猪羊都收获了。食堂里的饭菜越来越丰盛，再也不用像在山里那样省吃俭用。顾小满长大了不少，已经上小学2年级了，成绩很好，还当了班长。欣欣和他在一个班，两个人还是最好的朋友，经常一起学习，一起玩。没过多久，安全区里传来了好消息，军队已经清理了附近几个城市的丧尸，部分幸存者可以分批返回城市生活了。我们报名了第一批返回，我想回去看看，也想彻底了结和我妈的恩怨。返回城市的那天，天气很好，阳光明媚，坐在大巴上，看着窗外熟悉又陌生的风景，我心里感慨万千。曾经为了躲避我妈，我逃离了这座城市，现在我带着我的家人勇敢地回来了。回到城市后，我们被安排住进了临时安置点，房子虽然不大，但很干净。江燕继续在医院工作，我找了份社区志愿者的工作。顾小满继续上学。有一天，社区工作人员告诉我，有人找我，是我妈。我心里很平静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已经不再是那个会被她欺负的小女孩了。见到我妈，她老了很多，头发白了不少，看起来很憔悴。她看着我，又看了看江燕和顾小满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我先开口。房子是我自己全款买的，跟你没关系。你当初没尽过抚养义务，也别想从我这里拿走任何东西。如果你只是想来看我，那看完了可以走了。如果你还想抢房子，我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。我妈看着我，眼泪流了下来，直下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当初不该抛弃你，不该逼你要房子，我只是想让你弟弟过得好一点。没想到她的第3任丈夫和儿子在丧尸爆发时没能逃出来，都死了。我心里没有太多的波澜，只是说过去的事我不想再提了，以后我们各自安好，不用再联系了。说完，我转身带着江燕和顾小满离开了。走出安置点，阳光洒在身上，很温暖。江燕握住我的手，都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我笑着说。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，城市里突然出现了变异丧尸，他们比普通丧尸速度更快，力量更大，皮肤也更坚硬，普通的刀枪很难伤到他们。那天我正在社区工作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尖叫声，跑出去一看，一只变异丧尸正在追着几个人咬，他的速度快得惊人，一个男人没跑几步就被他扑倒，一口咬断了脖子。我心里一紧，赶紧跑回办公室，拿起之前一直带在身边的复合弓，即使到了安全区，我也没敢丢掉它。变异丧尸的嘶吼声越来越近，我躲在门后，屏住呼吸。当他冲进来的那一刻，我拉弓射箭，箭头狠狠射向他的头。社区里的人都吓坏了，纷纷躲进屋里。很快，安全区的军队就赶了过来，封锁了附近区域。江燕也赶了过来，看到我没事，才松了口气。之下，你没事吧？刚才太危险了。我没事。我说这些变异丧尸很厉害，普通的攻击没用，眼睛是他们的弱点。江燕点了点头。医疗组已经接到通知了，这种变异丧尸是病毒进化导致的，现在正在研究对付他们的办法。晚上，电视里播放了紧急通知，提醒市民尽量待在家里，不要外出，遇到变异丧尸要避开，等待军队救援。顾小满有点害怕，妈妈，变异丧尸会不会冲进家里来？我摸了摸他的头，不会的，军队会保护我们，而且妈妈也会保护你。江燕说，我会申请调到社区的医疗点工作，这样能更好的保护你们。我点了点头，心里很踏实，有江燕在，有我们一起经历过的那么多危险，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应对这次的危机。没想到危险来得这么快，3天后的凌晨，社区的围墙被一群变异丧尸攻破了，他们数量很多，足足有几十只，嘶吼声、尖叫声、枪声混在一起，打破了凌晨的宁静。我被惊醒，立刻叫醒江燕和顾小满，快起来，变异丧尸闯进来了。江燕赶紧穿上衣服，拿起医疗包，我把复合弓和猎刀背在身上，拉着顾小满，按照之前制定的逃生计划往社区后门跑。乔慧和欣欣也赶了过来，她的丈夫正在和其他建筑工人一起用木头和石头堵住大门，为我们争取时间。快走，我们在外面的汇合点见。乔慧的丈夫大喊，说完就转身冲向变异丧尸。我们不敢耽搁，飞快地往社区后门跑，一路上到处都是混乱的场景，有的居民被变异丧尸追赶，有的已经被咬倒在地。我看到一只变异丧尸正扑向一个小女孩，赶紧拉弓射箭，射中了她的眼睛。变异丧尸倒在地上，快带孩子走！我对小女孩的妈妈喊道。跑到社区后门，我们赶紧打开门跑出去，后面的变异丧尸也追了过来。江燕回头开枪，打死了一只变异丧尸，但更多的变异丧尸冲了过来，快走，别回头！我大喊，拉着顾小满和乔慧、欣欣一起朝着之前约定的汇合点郊外的一个废弃工厂跑去。跑了很久，终于到了废弃工厂，我们赶紧躲了进去，关上大门，用石头顶住，大家都气喘吁吁。顾小满和欣欣吓得脸色苍白，紧紧抱在一起。我透过工厂的窗户往外看，变异丧尸没有追过来，心里稍微松了口气。不知道我丈夫怎么样了？乔慧小声哭了起来，我拍了拍她的肩膀，别担心，他一定会没事的。我们在这里等他，等军队来救援。可我们没想到，废弃工厂里竟然还有其他不速之客。
我们在工厂里找了个相对安全的角落休息，江燕给顾小满和欣欣检查了身体，确认他们没事。我则拿着复合弓在工厂里巡视了一圈。工厂废弃多年，到处堆着生锈的机械零件和破损的纸箱，地面覆盖着厚厚的灰尘，只有我们走过的地方留下一串清晰的脚印。刚走到车间拐角，一阵微弱的窸窸窣窣声传入耳中，我立刻屏住呼吸，握紧弓箭，放缓脚步，透过堆积的钢板缝隙望去，3只变异丧尸正蜷缩在机器旁啃食着什么。它们的体型比之前遇到的更粗壮，手臂上布满青黑色的纹路，嘴里还滴着浑浊的咸水。更让我心头一紧的是，不远处的货架后隐约露出几个蜷缩的人影，似乎是被困在这里的幸存者。我悄悄后退，回到休息点，压低声音汇报情况。里面有3只变异丧尸，还有几个幸存者，我们得想办法把人救出来再离开。江燕皱起眉，变异丧尸不好对付，硬拼太冒险。乔慧突然开口，我刚才看到角落有消防斧和水管，或许能制造动静引开他们。我眼睛一亮，立刻制定计划。江燕，你带着孩子和乔慧守在这里，我去引开丧尸，等他们离开后，你们趁机把幸存者带过来汇合。顾小满拽住我的衣角，妈妈小心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拿起消防斧和提前找到的铁皮桶，朝着车间另一侧走去。我用力将铁皮桶踢向远处的机械，哐当一声巨响，瞬间惊动了变异丧尸，他们嘶吼着朝声音来源扑去。我趁机绕到货架后，对里面的人低声喊，我们是幸存者，快跟我走。货架后探出3张惊恐的脸，是一对年轻夫妻和一个老人。来不及多说，我挥手示意他们跟上。刚走出没几步，身后突然传来乔慧的尖叫，一只躲在暗处的变异丧尸竟然绕过了我的引诱，扑向休息点。我心胆剧烈，转身就往回冲。远远看到江燕正用医疗包砸向丧尸，乔慧死死护住2个孩子缩在角落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那对年轻夫妻中的男人突然抄起地上的钢管，狠狠砸向变异丧尸的膝盖。丧尸踉跄着跪倒在地，我趁机拉满弓箭，箭头精准刺入他的眼睛。丧尸抽搐着倒在地上，快走！其他丧尸要回来了！我大喊着，带领众人往工厂后门跑。刚冲到门口，就听到身后传来密集的嘶吼声，3只变异丧尸正狂奔着追来。江燕迅速打开后门，众人鱼贯而出，我最后一个冲出，反手将消防斧卡在门把手上。跑出几百米后，大家才敢停下喘气。那对夫妻对着我们连连道谢，多亏了你们，我们被困在这里3天了。我刚想开口询问他们的情况，远处突然传来熟悉的汽车鸣笛声，一辆军用车正朝着我们的方向驶来，车身上的红十字标志格外醒目。军用车停在我们面前，车门打开，下来几个穿着防化服的士兵。为首的人看到江燕，惊喜地喊道：“江医生，真的是你！我们一直在找你们社区的幸存者。”江燕也认出了对方。李队长，社区怎么样了？李队长脸色凝重地摇头，情况不太好。变异丧尸突破围墙后，我们虽然及时增援，但还是有不少居民受伤或失联。现在安全区重新划定了范围，在城东的会展中心，我们正挨个区域搜救幸存者。他看向我们身后的几人，这些都是你们救的人，快上车，这里不安全。变异丧尸的嗅觉很灵敏，刚才的动静可能会引来更多，我们不敢耽搁，赶紧扶着老人和孩子上了车。车厢里已经坐了10几个幸存者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劫后余生的疲惫。那对年轻夫妻自我介绍说，他们叫陈峰和林月，老人是陈峰的母亲。他们原本是附近小区的居民，社区被攻破后一路逃到了废弃工厂。路上，李队长告诉我们，变异丧尸的病毒又发生了新的变异，除了速度和力量增强，还能通过体液快速传播，而且他们开始出现群体协作的迹象，这让清理工作变得异常艰难。不过也有好消息，李队长话锋一转，科研团队已经研发出了针对变异病毒的抑制剂，虽然不能彻底治愈，但能有效延缓被感染者的变异速度，为救援争取时间。江医生，安全区的医疗组正缺你这样的专业人才。江燕点点头，我一定会尽全力。车子行驶了半个多小时，终于抵达了城东的会展中心。这里被高大的钢板围墙围了起来，门口有士兵严密把守，里面搭建了整齐的帐篷和临时医疗点，不少志愿者正在忙碌着。我们刚下车，就有医护人员过来给我们做检查，确认没有感染后，给我们分发了新的物资和住宿帐篷。顾小满和欣欣看到帐篷区有几个和他们差不多大的孩子，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拉着手跑了过去。乔慧看着孩子们的背影，眼眶微红，希望我丈夫也能平安找到这里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会的，士兵们还在搜救，一定会找到他的。江燕被李队长直接带去了医疗点，临走前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满是担忧。我朝他点了点头，示意他放心。经历了这么多，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只会逃避的人，现在的我有能力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人。这天下午，我正在帐篷里看书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欢呼声。我好奇地走出帐篷，只见一群士兵簇拥着几个人走了进来，其中一个人竟然是乔慧的丈夫。乔慧看到他，立刻冲了过去，夫妻2人紧紧抱在一起，哭得泣不成声。欣欣也跑了过去，抱着爸爸的腿喊：“爸爸，我好想你。”乔慧的丈夫叫王强，他告诉我们，社区被攻破后，他和几个建筑工人一起躲到了地下室，后来遇到了搜救队，才得以安全抵达这里。过几天，科研团队传来了一个好消息，彻底治愈变异病毒的疫苗研发成功了。这个消息让整个安全区都沸腾了。大家都知道，这意味着末日即将结束，我们很快就能回到正常的生活了。
疫苗需要批量生产，安全区的科研人员和医护人员都投入到了紧张的生产工作中。江燕更是忙得脚不沾沾地，每天只睡几个小时。我心疼她，每天晚上都会给她留一盏灯，煮好热腾腾的粥等她回来。之下，对不起，最近都没时间陪你和小满。江燕疲惫地坐在椅子上，揉了揉太阳穴。我递给她一杯热水，我知道你辛苦，这都是为了大家能早日回家。顾小满也跑过来说，江叔叔，你放心工作吧，我会照顾好妈妈的。江燕摸了摸她的头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疫苗生产工作进行得很顺利，半个月后，第一批疫苗就生产完成了。安全区的居民开始分批接种疫苗，我和江燕、顾小满、乔慧一家都接种了第一批疫苗。接种完疫苗后，大家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，脸上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就在这时，李队长接到了上级的通知，总部命令我们配合军队清理城市里剩余的变异丧尸，恢复城市的正常秩序。我们都很兴奋，终于到了返工的时候了。清理工作分区域进行，我和江燕被分配到了之前居住的社区。当我们再次回到社区时，这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，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屋和废弃的车辆。但我们没有退缩，而是拿起武器，朝着社区里的丧尸冲去。有了疫苗的保护，我们再也不用担心被感染，战斗起来更加勇敢。江燕虽然是医生，但射击技术越来越精准，每次都能精准地射中丧尸的眼睛。顾小满和欣欣则跟在志愿者后面，帮忙运送物资和传递消息。经过几天的清理，社区里的变异丧尸终于被全部消灭了。当我们站在曾经居住的房子前时，心里感慨万千。房子虽然有些破旧，但主体结构还在，我们以后就住在这里吧。江燕看着我说，我点了点头，好，这里是我们的家。乔慧和王强也决定住在附近的房子里，这样大家互相有个照应。陈峰和林月则打算回到他们之前的小区，重建自己的家园。重建家园的工作开始了，大家分工合作，有的清理废墟，有的修建房屋，有的开垦荒地种植蔬菜。我和江燕每天都会去社区里帮忙。这天社区突然来了辆陌生的越野车，下来3个穿着黑色防护服的人，自称是灾后重建巡查队，却拿着仪器在社区里四处探测，尤其盯着我们开垦的菜地和新建的医院。我心里起疑，让江燕悄悄检查他们的证件，发现证件上的公章是伪造的，这些人根本不是官方人员。当晚那3人试图潜入医疗组的药品仓库，被巡逻的陈峰抓了正着。审问后才知道，他们是之前操控变异野猪的私人车队残余成员，想偷取疫苗样本和种植技术，再用这些在末日里垄断资源。我气得握紧猎刀，没想到都到了重建家园的时候，这些人还在打歪主意。就在我们准备把他们交给安全区军队时，我妈突然冲出来挡在前面，别抓他们，他们说能带我去找我之前藏的金条。原来我妈流浪时曾把攒下的一点钱换成金条，藏在旧房子里。这些人不知道从哪听说了，用金条诱惑她帮忙偷东西。我又气又急，妈，金条能当饭吃吗？他们是坏人。我妈却红着眼眶反驳，我就是想给你留点东西，我知道以前对不起你，可我怕你以后再遇到危险，连点保障都没有。僵持间，社区外突然传来变异丧尸的嘶吼声。社区外突然传来变异丧尸的嘶吼声，是那3人的同伙带着几只变异丧尸来救人。我们赶紧分工，江燕带着居民躲进医院，我和陈峰、王强拿着武器守在门口。变异丧尸的皮肤比之前更硬，普通子弹都打不穿。我让陈峰用钢管缠住丧尸的腿，趁机把燃烧瓶扔进丧尸嘴里，终于炸死了2只。危急时刻，安全区的军队及时赶到，不仅消灭了剩余的变异丧尸，还抓获了车队的其他成员。我妈看着满地狼藉，终于明白自己差点酿成大错，哭着把金条交给社区，说要用来给孩子们建更好的学校。几个月后，家园初步重建，顾小满和欣欣则在临时学校上课，放学后也会过来帮忙捡石头、搬砖头。这天下午，我正在清理废墟，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不远处，是我的妈妈。她比之前更苍老了，头发全白了，穿着破旧的衣服，手里拿着一个破旧的篮子，里面装着几个捡来的馒头。她看到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愧疚和不安，慢慢朝我走来。之下，我停下手里的活，看着他，心里没有了之前的怨恨，只剩下平静。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很多事，我对不起你。妈妈的眼泪流了下来。丧尸爆发后，我才明白亲情有多重要。你弟弟和他爸爸走了以后，我一个人到处流浪，若不是遇到搜救队，我早就死了。江燕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示意我原谅他。我叹了口气，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。你要是不嫌弃，就住在这里吧，和我们一起重建家园。妈妈不敢相信地看着我，眼泪流得更凶了。之下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肯原谅我。顾小满也跑过来说，外婆，以后我们一起住吧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妈妈蹲下来，抱住顾小满，放声大哭。从那以后，妈妈也加入了重建家园的队伍，每天都会去开垦荒地。虽然年纪大了，但干起活来很认真。社区里的人看到她的改变，也渐渐接纳了她。不久，社区终于重建完成了，倒塌的房屋被重新修建起来，街道也被清理干净了。开垦的荒地上种满了蔬菜，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。临时学校也搬到了新建的教学楼里。顾小满和欣欣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上课，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。江燕的医疗组在社区里建立了一个小型医院，为居民们提供医疗服务。乔慧和王强开了一家小超市，售卖各种生活用品。陈峰和林月也经常来看我们，带来他们种植的蔬菜和水果。这天晚上，社区里举办了一场篝火晚会，大家围坐在篝火旁，唱歌跳舞讲故事，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江燕牵着我的手，顾小满依偎在我们身边，妈妈坐在不远处，和乔慧、王强聊着天。
之下，你看，我们终于回家了。江燕看着我说，眼里满是温柔。我点了点头，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心里充满了幸福。从为了躲避母亲索要房产而南下，到遭遇丧尸爆发在深山里艰难求生，再到找到安全区与丧尸搏斗，最终重建家园。这一路走来，充满了艰辛和危险，但也让我收获了亲情、爱情和友情。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但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互相扶持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篝火渐渐熄灭，但大家心里的希望之火却越烧越旺。我们都相信，在不久的将来，城市会恢复往日的繁华，我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。